好的，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又來到這個平民便利商店新品美食開箱了。那我們今天又選定了最近出很多新品的這個 7-Eleven。前面呢就是我們的這個新品，總共有幾款泡麵，然後微波食品、點心類的。OK， 那我們就來幫大家開箱看看這一期這個 7的新品怎麼樣。好，那我們在等待這個食物加熱的過程呢，我們現在把這個有即食性的，畢竟現在是冬天，這個燒仙草呢很快就會涼掉，就不燒了。所以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燒仙草，裡面有仙草，然後有這個芋圓、地瓜圓、紅豆，好像有花生，是不是？這是花生嗎 ？OK， 感覺用料很實在，有地瓜圓跟芋圓。OK， 不好吃，太快了吧？沒有味道啊。芋圓也沒什麼味道，花生蠻有味道的。它的湯是比較偏鹹一點，其實我覺得還好，還可以，有點甜，還算是在合理範圍。那這一碗要多少？75，但它之前有優惠65了。那现在路邊的燒仙草賣多少？我很久沒有吃了，因為很久沒吃了，好吧，那就算了吧，畢竟是 7 賣的，比較方便嘛。除非是半夜想喝的話，可以加減喝一下。因為你如果要喝熱的，你可以喝咖啡啊，咖啡也是熱的啊，热可可啊。可是它沒有芋圓啊。我们那边芋圆不好吃啊，料多上是有誠意的，但是它的料的品質感覺不太行。那我們就前往真正的主題主食了。好，那我們第一個位挑戰者呢，來自益豐堂的叉燒豚骨拉麵。OK， 這一碗我熟的，然後我們員工旅遊剛好吃過啊。那這個它好像還有一個特價，它旁邊還有白飯或溫泉蛋，拿來當組合的話，還可以再減10塊。好，我們來吃一下這個159塊益豐堂。湯頭很重要。我必須說，假設我們以一個便利商店復刻來說，我覺得它復刻的已經算到位了。因為你不能期待一個微波食品跟現做的拉麵一樣好吃嘛。湯頭也蠻濃郁的，然後那個麵還算蠻有嚼勁，就不會因為說你是什麼微波食品可能會軟掉或怎樣。剛剛你開我肌肉餓嚇到，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分量比我預期的多蠻多的。它麵蠻多的，就它有算復刻到，因為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日本的話，你會知道一件事，就是尤其是越平民的，像那種拉麵啊或什麼，就是澱粉炸彈塞到飽。像我去日本最常吃的就是他給你一個丼飯，再加一碗拉麵，就他們很喜歡那個一個麵一個飯那種雙主食，就是你吃到會非常飽，然後那個大概300左右的那種價錢。它的叉燒怎麼樣？叉燒一般般，叉燒不是重點。叉燒不是重點，就是它的叉燒有點可能是國產的五花肉還是什麼，比較散啊。因為日本的叉燒通常都是一整圈的嘛，它就是中間有洞就比較散。湯頭跟麵來說，我覺得是可以給過的。接下來是另外一個，可能是日本的麵，叉燒醬油拉麵，3口是不是？對，只夠你吃3口。看一下，它這個叉燒跟剛剛的叉燒完全長得不一樣。這在日本一定是不 OK 的，它的叉燒的那個豬肉腥味太重。麵條是一樣的嗎？跟剛剛上一家不一樣？應該是一樣，有點微小的差距，可能應該是誤差啦，比較軟爛一點。我只能說還是剛剛那個比較好吃，因為我覺得它的叉燒應該也不是日本的，因為它那些豬肉應該都是台灣本地，但有點用的品質不是很好。剛剛那一碗就是比較濃郁的豚骨味，可能有辦法可以蓋掉那個燒味，可是它這個醬油比較清淡一點的時候，就會帶出那個豬燒味，一般，非常的一般。我是會加價20塊去吃益豐堂的。第3位挑戰者，鬼金棒，這個辣麻味噌餃煮拉麵。我常去日本都會吃，都會看到餃煮，可是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所以剛剛自己科普了一下，餃煮就是有點類似做豬肉的方式。不一樣這個麵不一樣第一眼看這一碗149，然後麵其實蠻多的，2塊肉，一個玉米筍。它這個肉你不覺得比較好一點嗎？就是它是這種控肉類的，比較不是肉片類的。我現在吃吃看它的肉，感覺不是很道地。跟我在日本吃的餃煮感覺不太一樣，日本的餃煮好像都會煮得很爛，這個比較像是台式控肉，就是還有一點那個肉感在。來吃一下這個異常的拉麵，這個哪是拉麵啊？這吃起來超像蕎麥麵的。OK， 然後它這個湯，它這個辣度呢，它有一個辣包給你，你可以自己調整。我們加了多少？是小辣。其實我說小辣就有點辣了，這149啊。湯頭怎麼樣？湯頭一般就是辣的。辣豚骨味噌的感覺，這碗也不錯，蠻好吃的。這3款下來，我會推薦大家吃這個辣的，這個辣的跟那個益豐堂，這2個都蠻有特色，而且重點是他們2個麵還不一樣，就你可以吃到不一樣的拉麵的感覺。那我們吃完這個日本拉麵之後呢，我們來吃點別的新品。
好，那接下來來到了 Seven 自己的新品了，麻辣豆乳湯麵，這一碗是素食，這個賣相看起來已經，對，這是一風堂的那個拉麵呢。那這個麵條算是好吃的嗎？當然可以，會吸湯，短時間不會軟爛掉，所以還行。這麵條看起來很便宜，因為它每一碗都塞到爆炸，基本上它等於就是沒有肉的。剛剛那一碗一風堂可能沒有肉版，然後這個麻辣有點那個豆腐乳的那種麻辣，一點點小辣味提味的，109，還是吃一風堂跟那個。哦，你一加50幾塊吃一風堂，對不對？雖然麵沒有差，可是味道上有差。應該這樣講，就是一風堂跟那個鬼金棒感覺復刻的還不錯，所以你會變成你在吃那一碗麵，好像是在出國吃麵，有沒有國外的 feel 的？一風堂好像台灣也吃得到的。隔壁紅會吃。好啦，那這個麻辣豆乳湯麵就是一般般，普通。素食者的話可以考慮吃看看。好，我們下一個是這個粵式牛肉河粉，哦，這個應該大家平常蠻常吃的東西了，來幫大家吃看看。它的牛肉照慣例，3塊，但這個河粉目測看起來啊有點偏軟。看起來我只能說這一碗。這個詐騙的不是在它的這個河粉，是在它的這個湯。這個不是粵式，這是泰式。粵式一般會加一些什麼香菜什麼的，這個完全是泰式的口味。還是其實有一派河粉也是泰式口味的那個料理，基本上會有很多蔬菜，而且都是生的啊之類的。我在我家附近吃了3、4次粵式河粉，從來沒有吃過這個味道。那這碗109。那跟剛剛那個素食的比起來，你要買哪一個？我要買素食的，因為完全不粵啊，然後牛肉也很少。那你現在的心情也是不粵嗎？好，那我們接下來呢，最後要來帶大家細細品嘗的就是新出的這2碗泡麵，一個醬油，一個味噌。它2碗一起買呢，可以打折。它這碗麵只有一點點，肉一片這樣子，它這樣可以賣99，我沒有辦法理解。先吃吃看這個清淡的醬油口味。好的，一起嘛，一起。再來吃看这個味噌口味。我想這個泡麵不可能可以賣99塊，絕對不可能。它裡面什麼都沒有這個只給了一片肉。那片肉你敢想嗎？還沒有那個肉感起來，就已經消失在你的嘴中的。這好像是肉燥還是什麼的，它裡面有點碎肉，這樣賣99，簡直跟搶錢沒有兩樣。假設唯一能解釋的只有一個，就是它是日本來的，國外來的東西嘛，在台灣吃都要加錢，這是合理。我體感這一碗40是極限，沒關係，畢竟日本來的嘛，對不對？好東西不能只有我吃到，我鼓勵大家去試試看，好不好？恭喜這2碗泡麵榮登今日最誇張。OK， 那我們最後還有甜點，有2個新的點心要來介紹給大家，一個是草莓富士山型 Q 皮蛋糕卷，69塊，然後這個是提拉米蘇 QQ 蛋糕卷，55塊。這叉子這麼小，很難一次挖到那麼多呢。What the fuck, bro？ 這是什麼鬼東西？好像什麼草莓口香糖什麼的，就是很香精味哎，好怪哦，不太像是吃到草莓會吃得到的味道。先漱個口。那它有 Q 皮嗎？它的皮有點那種虎皮蛋糕的那種感覺，有一點點彈性。當然我說真的也沒有到很 Q， 這個感覺是智商稅。哇，來到富士山了，恭喜你看到富士山哦，要繳風景稅哦。這個55的還比較好吃，它的提拉米蘇跟這個裡面的那個鮮奶油配起來蠻好吃的。這個口味比較大眾，不太雷的口味。好了，今天我們這個 7-11小七這個新品開箱全部幫大家開箱完畢了。OK， 那我們來做個總結。最接近結尾的這2碗東洋水產的泡麵，因為它這個可能日本來的，我不知道在日本是長怎樣，但在台灣肯定是雷中之雷，價錢超貴，然後內容物超少。因為如果假設我說真的，假設你在日本可能賣個200yen啊、260yen啊之類的，你知道，就是40-50塊，在日本就是臨時飽腹一餐，這可以接受嘛。但是在台灣可以賣到99塊，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所以這2位共享倒數第1名寶座。這個甜點不推的就是這個唯一的賣點可能只有富士山的草莓也不好吃。那我們來跟大家說，我們今天推的是這個一風堂。這個雖然有點貴，但是我覺得它復刻的算蠻到位的。再來就是這個鬼金棒，這個辣蠻好吃的。除了整個麵，然後我覺得算像是比較像蕎麥麵，那個辣味噌有點後勁，蠻香蠻好吃的，所以我會推這2個。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7-Eleven 小七的這個新品。假如以後有什麼新品的話呢，大家可以第一時間的這個告知我們，我們也會再幫大家開箱。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謝謝大家收看，我們就下期再見了，拜拜。那我問你個問題，這2次新品，全家跟 Seven， 你覺得誰比較？你可以幫我回憶一下，全家上次有什麼？小當家。我上次最推的是哪一個？那個你說那個什麼陳叫信師傅那個芋頭。信師傅啊。你說很飽的那個飯糰，你也覺得很好吃，麻油的啊，對，很好吃。但我會比較傾向全家，因為它這個有點就是已經可以去吃正餐的價錢。啊，全家那個飯糰我記得才59嘛，對吧？那個比較像是臨時想要飽餐一頓的那種價位啊。可是159，我覺得味道上還不錯，可是就如果你的預算已經到159的話，好像沒有必要吃這個啊。因為預算到159，你就可以點5%了。對啊。